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人到晚年，赚钱能力减弱，每花1分钱，都是自己多年来一分一分积攒下来的，来之不易。我们知道，人到老了，随时有突发疾病的可能。假如手里没有足够多的钱，就会有病看不起，保姆顾不上，那么也为了恢复健康，不得已只能花子女的钱。如今年轻人就业难，社会压力大，赚钱也不容易，而且一般的家庭还要还房贷、车贷，如果在他们都自顾不暇的情况下，还要负担老人经济问题，可想而知，时间久了会发生什么状况。所以聪明的老人知道牢牢守住自己的养老钱，做到尽量不拖累子女。但是往往有些老年人缺乏社会认知能力，缺乏管理金钱的能力，老了，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掏空自己的钱袋子，导致晚年日子不好过。65岁的秦大爷退休5年，每月有7000块钱退休金，还在继续不停地干活，每月的工资也不少。从退休之后，他就把自己的退休金银行卡给了儿子，用来弥补老伴走了没人帮儿子带娃的费用。一次他去医院看望过去的老同事，老同事的不幸遭遇对他触动很大，猛然醒悟的他对自己的晚年养老有了新的规划。经过深思熟虑了很久，决定把自己的银行卡要回来。谁知儿子死活不愿还给他，他只好断然挂失。现在我们来听一听65岁秦大爷的自述。我今年65岁，退休5年，有个儿子。我和老伴是上班后相识、相恋、结婚。有了儿子后，我和老伴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他，并为他将来能有个更好的生活而一直努力打拼。儿子也算是不负所望，比较有出息，名牌研究生毕业，参加工作2年后就结婚了。儿子结婚时买婚房，40%的首付，再加上彩礼和办婚礼的各种事宜，花完了我和老伴半辈子的积蓄。我和老伴比较欣慰的是，儿子儿媳还算是比较孝顺，没有像别人家孩子那样直接啃老，而是我和老伴看着儿子过得艰难，主动每个月支援他们几千块钱。我认为我们老人所有的一切，早早晚晚都是儿子的，何不趁着儿子现在需要就给了他们，这样我们双方都皆大欢喜。也许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和老伴就给自己埋下了隐患，让自己的日子越过越没有底气了。孙子出生之后，老伴就去儿子家带娃，还带走了自己的银行卡，说是直接支援自家的生活。而我退休之后，继续挣钱养自己。我对退休不休不反感，毕竟我自己有技术，即使上岗也是做项目不带队伍，这样工作量也少了很多，收入一点也不比退休工资少。老伴在儿子家带娃1年之后，突发疾病走了，而我也成为了老年独居老人，不想再找了，继续干活来打发漫漫时光。老伴走后，儿子家请了保姆带娃，生活过得紧张了。儿子几次3番委婉地跟我说自己的日子过得苦，我也懂得儿子的意思，保姆费、房贷，再加上孙子的各种开销，是挺压力大的。为了帮儿子渡过难关，我跟儿子说，把我的银行卡给他们，用我的退休工资帮他们出保姆费，等到孙子上幼儿园再还给我。我的银行卡被儿子一拿就是好几年，我也没有在意，直到我去医院看望陈间的老同事，才真正懂得，人老了，钱在自己手里才有底气和尊严。养儿防老不如请我养老三宝，
否则当身体不好了，子女常常也是有心无力，甚至出现不孝。72岁的老同事住院时，听说病得很重，我和几个其他的老同事约好了一起去医院。老同事看到我们几个熟悉的亲人，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居然像个孩子般的哭了。起初我还以为他是被感动的，但随后他的叙述，我才知道他都经历了些什么。老同事的老伴已经走了几年了，老伴走后，他就跟随着儿子居住，当时把自己的老房子卖了，把钱给了儿子，也把银行卡交给了儿媳做生活费。他觉得自己付出所有，跟随儿子居住，儿子儿媳肯定会对自己非常好。然而在他身体好的时候看不出啥来，这次住院才知道，自己银行卡里的退休工资已经一分不剩的被儿媳取走了，买房子的钱也被儿子拿去投资失败了。所以如今老同事住院需要的一大笔手术费，儿子拿不出钱来，儿子让爸爸做保守治疗，过一段时间回家调养。老同事认为什么保守治疗，什么回家调养，就是让他等死。老同事拉着我的手说，你呀，老爸也走了，一定要记得保护好自己的养老三宝，那就是健康房子和票子，千万不要提前把房子和钱都给了儿子。人老了，养儿防老根本不靠谱，只有自己兜里有钱了，儿子才会主动来看你。人老了，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养儿防老的梦想破灭。他接着感慨道，他把自己一辈子的心血都倾注在儿子身上，而儿子儿媳妇的心却在我的退休工资上，我的付出根本得不到回馈，最终还被嫌弃，着实令人感到悲凉。老同事的遭遇让我陷入深思，我顿时觉得人老了，要记住学会适度自私些，不要把自己的所有心思和积蓄都用在儿子身上，多爱自己一些，多保养好自己的身体，守住自己的钱财才是正道。我回到家里，一想起老同事的眼泪，一个大男人的眼泪，我就心颤。思考了几天之后，我就给儿子打电话，跟他商量着把我的银行卡还给我，我每月可以补贴他们3000块钱，剩下的我要存起来，否则我手里这点积蓄不够养老。没想到的是，儿子却用如果要回工资，儿媳将来不会给我养老做借口，不给我把卡送回来。要了几次倭国之后，我只能果断地挂失了银行卡。到了发工资的日子，儿子给我打来电话，询问我的银行卡怎么取不出钱来，说是废卡。我告诉儿子，我已经挂失了新的银行卡，过段时间就能用了。儿子急了，爸，您是不是又找了老伴？需要花很多钱吗？我说没有找，以前我和你妈觉得你还年轻，特别是有了孩子后生活压力大，所以我们才援助你们。现在你们都有不错的工作，孩子也快上学了，我也该为自己着想了。我还跟儿子说，我的退休金就留给我自己花销吧，你自己的生活就该有自己负责了，不可能再指望我了。儿子还是用而且有意见，不给养老做说辞。我直接告诉儿子说，让儿媳放心，我不会跟你们居住的，我会直接去养老院或者请保姆，小病从医，大病从命。人老了要有自己养老靠自己的意识。跟儿子摊牌后，我认真对自己今后的晚年生活做了一次规划。现在我每月退休工资有7000，再加上我退休而不休的工资，我每月能够存1万块钱。我再干5年，70岁正式退休，到时候我就会有100万存款和退休工资了。那样的晚年就会有保障，有底气，更有尊严。再说70岁也不算老，保养好身体，也许还能多存些钱。
若生活上需要帮手了，我不会去找儿子儿媳，而是自己花钱请钟点工或者保姆，总比跟着儿子居住要舒畅很多。人老了，千万不要像我的老同事那样想得那么美好，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儿子，最后自己需要花钱续命了，只能听天由命。那么对于老年人，怎样才能守住自己的养老钱呢？我们大体归纳总结了老年人如何才能守住钱的6大方面，希望能帮助到您。第一，子女的新型啃老正在蔓延，注意识别，不要全款为子女买房买车。子女们还年轻，还有赚钱能力，而老人却没有了。生活中，就算他们眼前遇到困难，也应该靠他们自己。子女们只有多经历多磨难，才能尽快成长，不再依赖父母。不要给子女当免费的保姆，给他们带娃收拾家务，每天还得自掏腰包买菜买米买面，看着都是不起眼的小钱，积少成多，1年下来需要花不少钱。第二，隔辈亲是个妙论，花钱要有分寸。过节过年，子孙们来看爷爷奶奶姥姥姥爷，天经地义。老人不需要必须给他们过一大的红包，给子孙们红包要量力而行，不要自己省吃俭用，对自己不舍得花1分钱，却为子女们准备丰盛的饭菜，而花光几千元积蓄，日后自己吃糠咽菜。第三，老了没有赚钱能力了，水分子时不要想着彰显能力。长期不联系的亲戚突然打电话通知水分子，就没必要去了。不是老人没有人情，而是长期不联系，说明没把老人当回事。对于这样的人，没有必要付出自己的钱财。老人没有赚钱能力，有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。无关紧要的邀请，包括这家乔迁之喜，那家喜的千金，还有升学宴请，老人没有必要参加，把这些事情都交给子女来完成吧。第四，认清实力，不是大款就不要潇洒走一回。当下社会，老年人旅游是热门，很多老年人都想着趁着身体健康，游览祖国山山水水，体验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情，人生才不会留有遗憾。只不过老年人的经济实力不同，选择也应该不能一样。对于条件一般的普通老年人，不赞成过度花钱旅游，既身心俱备对身体不利，又花了不少辛辛苦苦攒来的棺材本钱，造成未来没有钱治病时要花子女的钱。这样做的后果，现实真相令人揪心，得不偿失。第五，经得住诱惑，谨防诈骗，谨防低价旅游骗局。组织旅游者打着低价旅游的幌子，然后售卖其他的商品，以高于市场级别的价格诱骗老年人购买，坚决抵制上面推销保健品的亲戚朋友。要知道，保健品不治病不防病，只是花钱买寂寞。远离一些免费养生讲座，听课不花钱，后续的费用高得让你想不到。什么事情都能发生，没有认知能力，不要想着赚大钱。令人好奇的各种网络项目都是坑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键盘下的那双手是谁在操作。第五，充实生活的爱好很多，不花钱也可以有更好的爱好。人老了，子女不在身边，呆着无聊，老伴也有撒手人寰的一天，孤零零的一个人生活是常态，但一个人生活常常会非常寂寞。老人过一闲着就会胡思乱想，也许生老之念都会冒出来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那么怎么办？培养爱好，充实生活，每天乐呵呵有助于延长寿命。只是很多爱好都是花钱的，对于老人可以选择哪些不花钱的，也不是我们有多穷，而是把钱留给未来的日子，续命更重要。人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，
不要不行事了还故意逞强，遭罪的是自己。承认自己老了不赚钱了并不丢人，即使赚不到钱，生活还得继续，那么只能靠节省过日子，做到能不花的钱不花，不该花的钱不花，没有实力就不花超出能力范围的钱，得不到回报的钱不花。总之，人老了，牢牢守住自己的钱袋子，谨防诈骗，花钱有尺度，除非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花钱，其余的钱能不花就不花。谁也不能跟赚不到钱的老人一般见识，您觉得呢？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